晕！古千夫要杀薛和胥，不对，我为何要救薛和胥？现如今前朝太子画像已到手，薛和胥是死是活和我没关系了呀。我与你无怨无仇，何故今日要杀我？有人花重金买你性命，多少钱？这是重点吗？你收人钱财办事，而并非受命于静安司，到底是谁？为何要杀薛和胥？多管闲事，正好让你尝尝你们雪衣卫削骨散的威力。碍手碍脚，3番5次坏我好事。今日我便来个一箭双雕，新仇旧恨一起算。快走！快走啊！让你们做一对亡命鸳鸯吧！不要！不要！薛和胥啊，薛和胥，这么多人想要你性命，你必是作恶多端，死有余辜。黄泉路上有凤座人陪你，想想都瘆得慌。我这也算是为民除害了。出战告捷，往后岂不是财源滚滚？耶！嘿嘿。醒醒！深坑阴暗潮湿，又是梅雨季节，还飘着淡淡的瘴气，我们得想办法赶紧出去，不然会有性命之忧。
公子，好冷。公子，这种时候了，你还念着公子，想必他应该是对你很重要的人吧？喏，给你吧，这样正好，我们一人一块，日后你我分开也不会认错。薛和旭，你救人的仪式感，一定要从脱衣服开始吗？起来了。这么烫。这么高的位置，你跟着我一起下来。若是现在不救你，你必死无疑。就当是我欠你的吧。把你照顾好，说不定你这聪明狡诈的脑袋能想出脱困之法。薛和旭，你不会就这么死了吧？你刚发热，没事，醒了就好。你也不怕把我这聪明绝顶的脑瓜子给摔坏了，想不出脱困之法了吗？你装睡。我没有，放心，我没那么脆弱。你的伤好些了吗？无碍。瘴气上来了，我们得去高处躲躲。走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得尽快想办法出去。是，那个潭水，昨晚上回去了一些，现在又漫回来了，说明这潭水与外界相通。
去探探路，如果有瘴气靠近你，你就拿火把驱赶它。等我。血和血，血和血，血和血，就这么走了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居然还会对人有所期待，真是可笑。雪和雪，算你聪明。你没事吧？你担心我就这么走了，不要你了？我在水下找到一条出路，我带你离开。走。深吸一口气，随我下潜。
我方才……我知道，方才你是为了救我。我救你，不是想扰乱你的心智，更不是想让你亏欠我的恩情。我只想告诉你，以后你可以信任我薛和旭，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，我会和你共进退。你突然跟我说这些废话干嘛？这不是废话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。明知道你要杀我，我却一次次的救你性命。我听爹说过，世间之人，唯有对一个人有爱慕之情时，才会做出这样的糊涂事。你这张嘴一天天不着四六，就应该缝起来。戏耍小妈，你很欢喜是吗？小妈欢喜你，我也欢喜你。我心有所属。好冷啊！我去捡堆柴火，给你取暖，我们再回去。你说你心有所属，可是那位公子，如果是他的话，他怎么不来救你？因为他已经死了。公子是这个世上对我最好的人。哎，客官快看，哎，这姑娘浓眉大眼，可好看了！哎，别走啊，别走！哎，放开！白钱货，所有牛都脱手了，就你一个不死心的。哎，几位官爷，什么事啊？这女孩我们买了。哎呦，我的荣幸呐！到这边来谈。开个价吧。哎，它便宜，50文啊。哎，多谢各位大人。走，我带你荡秋千。准备好了吗？走了。风筝，风筝逆着风放，才能远走高飞。而且风筝飞得再高，现在我手里，只可惜我不能出去。公子为什么不能出去？因为这里是家。侍卫和母亲告诉我，只有家里才安全。
公子，我绣的凤子好看吗？好看。公子，你不是说这里很安全吗？为什么豆子要来杀我们？我们被出卖了，疯了，不能再相信任何人了。公子，我害怕。害怕就咬住我的手。人死不能复生，你知道你为何会失去他们？因为你还不够强，只有成为最强的那一个，你才能永远不会被伤害。练完功才能喝水，弱者没有活下去的机会。坚持。这个圈就是你们的格斗场，掉出圈外者一律死。你们之中只有最强的那个才能活下来，成为我的继任者，雪衣卫的血主，不再像野狗、乞丐、畜生一样被打，而是成为皇上的左膀右臂。小心！
们两个决一死战，赢的那个就是下一任学主。元学主已死，我为新主。我宣布，停止内部杀戮，即刻生效。违令者，斩！谢谢你为我扫清一切障碍，你早就该死了。虽然我得到了当今陛下的相救、栽培，可我还是被共同患难的同伴背叛，所以我不会再相信任何人。唯有自己强大，才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可惜公子的恩情，我这辈子都还不了了。公子是好，可你那个陛下就这般。有心栽培你，他要真有心栽培你的话，会让你变成现在这样冷血无情、断情绝爱吗？若没有当今陛下，我怎能活到现在？哎，好，我不说了。啊，若不是陛下当初救了你，我现在也不会遇到你。感谢皇恩浩荡，好吧？只是你现在才20有余，就与你那公子阴阳相隔，这老天对你也太不公了。你哭丧着脸干嘛？我会像你真爱公子那样真爱你，做你的家人，让你永不孤单。我就是你的家人呀。我是你小妈。你只是奉旨嫁人，我爹也无意续弦，我会想办法让你们和离的。你何时能做侯爷的主了？薛家一直都是我做主，以后我不叫你小妈，叫你名字怎么样？敢问姑娘芳名？凤子王凤，真是个朴素好听的名字。王凤。说完了吗？说完就赶紧回府吧，我还有要事要办。哎，还有什么事比你现在回府疗伤还要紧啊？古千夫既然领命要杀了你，我必须要抓住他，问清楚到底是谁，是否与前朝太子有关。那何须我们自己回去呢？我靠！你又在这拉？上次没拉完吗？这么久？不要你管！你有什么事儿？赏金？你还好意思跟我要赏金？怎么了嘛？无人杀这个人，你杀了没有？杀了。怎么杀的？我亲眼看到薛和旭坠下山崖，他必死无疑。必死无疑？
薛和旭在薛府大道哭天喊地，说他小妈王氏为了保护他死了。什么？啊，舒服。现下无人，你且快去收拾一番。此计当真可行？天哪！二哥跟小妈终于决定要突破世俗的封建与禁锢了吗？好，今日就由我薛暖暖来守护真爱的诞生。你过来。三小姐，通知下去，今日此地限行，本小姐要在此赏月，莫要来耽误良辰美景。啊，好，我这就去办。先前还与那女魔头卿卿我我，抵死缠绵，如今人刚去时，你倒跟没事人一样睡得安稳，薄情寡义，真是该死。来得正好。你没死啊？啊！你们这对奸夫淫妇，这么高都没把你们摔死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替天行道。哎，哎，哎，那，哎，你挨什么？你挨什么？我这，我，啊去！听说周太师，他为何要杀我？我要是得罪他，我去府上给他请罪。顾大哥，饶了我吧！你还敢对周太师不敬？想要你命的人可多了去了。周太师可瞧不上你。我是接到一个任务，对方说你恶贯满盈，要我取你狗命。啊！我命值几何？让你这么穷追不舍？2万两。怎么可能？必定是20万两。2两。什么意思？这是10两，买我的命。带我去见发布任务的人，这个就给你。成交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什么活不能干？穷成这样了。你干嘛？是谁给古前夫下发的追杀令？是我给古前夫发布的追杀令，上头脂言其该死啊！带我去见给你发布追杀令的人。那等我拉完的，我带你去见我的上线，村东头的李婶啊。俺是李婶，咋的了？是你要杀薛和旭啊？薛和旭？俺不知道。娘呀，俺平时只会洗衣服做饭，咋会杀人哦？不过下发任务可以抽佣金啊。那俺的上线是隔壁村王大爷。我真不知道谁要杀薛和旭啊。我也是领到这个任务，是那个大刀门传人刘小蛋儿发给我的。
静安寺没有基本月历，却按揭任务数量计酬。这个月，我因为找前朝太子线索无果，身无分文，只好找衙人接点活儿。唉，总之，顶头发布任务之人，我已经给你们找到了。大刀门传人刘小旦，有什么事，你们直接问他吧。千夫，你竟敢戏弄我！我怎么知道这个刘小丹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把自己给交代了嘛？我已经尽力了呀。人已经死了，怎么办啊？需要招魂吗？生意难做，气多不压身嘛。虽仍未查出究竟何人要我性命，但总算让古千夫收了银子，放弃杀我，你也无需再担忧了。愚蠢，线索断了，要从别处突破才是。你很怕我死掉，是不是？还有更重要的事，跟我来。他是前朝太子。前几日我找到了画像，我们一起找到此人，交出去。不可能，不可能是他，怎么是他呢？你认识此人？不认识。真不认识啊？这个薛和旭肯定没和我说实话。为什么是他？他居然是前朝太子。哎，爹，你看啊，这笔账有一点问题。每年的正月都会固定给南方汇去，有时是银两，有时是布匹，有时是大米。按照市场价来估算的话，正好是500两，够普通人吃20年了。雪儿，这是为父为赡养为国征战的前部下的固定给养，你务作他乡，这笔银钱我们省不得。好。你为了个来路不明的孽种，又使钱又劳心，自己的亲生骨肉全晾在一边，你真是昏了头了。母亲，当年做此决定，皆因情势所迫。时隔多年，很多事情已无法改变，如今只能一错到底。你，哎呀！尝尝，客官，尝尝吧，新鲜的黄瓜，水灵着呢，尝尝不？客官，尝尝吧，水灵着呢，尝尝吧。他每天浑浑噩噩，不务正业，我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请道长救救我那不成器的儿子吧！哎呀，快请起。孩子是个好孩子呀，只是被那邪祟缠身，坏了心性。若不及时救治，恐酿成大祸呀！哟，甚至还会牵连全族啊！那道长，敢问这邪祟该如何去除？灾该如何化解？我师父修行1000年，打造了一座通天神塔，法力无边。通天神塔在哪里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啊！1000年修行，
怎么只用这么小的通天塔？哎，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。这通天塔内，我师父供奉的是太上老君的牌位。员外将黄金100两埋于树下，贫道每日做法，7749日之后，金丹便可炼成。黄金如数奉还贫道分文不取，金丹赠与员外。对公子日服1颗月余，便可化解。哦，道长分文不取，真是活菩萨呀！我这就埋进，快埋进，快呀！贫道做法与天地相通，外人不可在场。员外，还请离开吧。多谢道长。这道士鬼画桃符也没见有啥神迹啊。谁说不是呢？员外也是盼着家和万事兴，才用此法试试。这道士神神叨叨的，我们还是盯紧一点吧。哦，请依如律令。多谢员外。客官慢走啊！哎，好。哎呀，薛公子，来，里面请啊！兰儿，开始吧。听曲儿哪儿都可以，一点碎银就行，大可不必每次来这儿花上黄金100两。兰儿弹的曲儿，和别人能一样吗？你可是县太爷求见3个月都不得见的人。公子自然是压县太爷一头。我独于离，何故于天？我醉意何心之有意？某属于某某离于离。天之生我，我臣在。兰儿今儿是我的，滚！你谁啊？我姓薛，定远侯是我爹。徐有少，
还不交租？2两银子你拖了整整半年，成天装神弄鬼，今天不交就给我滚！替他还了。哎呀，我刚刚看公子就是气度不凡呐，让我们这块儿蓬荜生辉啊！哎，来，快，请坐，拿着。这钱拿去给他换些新的被褥，还有茶具，剩下的自己留着。哎，好啊，我一看这薛有寿就是有福气的，小的这就去办。哎100两银子都拿得出来，2两银子还不上。你跟踪我？那银子我替你还了。多此一举。那薛府的定远侯薛富贵，是你父亲吗？侯爷是这么跟你说的？他没说，我自己查的。你是他外室所生。外室？外室？我确实见不得人呢。你是正室生的？我叫薛和煦，排行老2，还有个胞妹叫薛暖暖。我是5月初5生的，我看你的年纪跟我差不多，你呢？5月初5。怎么？难道我们是同一天？5月初5是我的生辰，还真是同一天。这薛富贵真不是人，让外室正室同一天生。你来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不会是找我报官吧？我没有恶意，爹他没来这儿找过你？没有啊。这心可真够狠的。哎，他每年给你500两，你怎么把日子过成这样啊？我7岁就被逐出家门了，年幼无知，岂能管理钱财？他把银钱给了南方一旧部，结果，都被人占为己有了。我连隔夜的馒头都吃不着，更别提这么好吃的咸菜了。8岁我就流浪街头了。可活到现在，他们倒是坐享荣华，锦衣玉食呢。还有这事，我帮你去要债。不必。我呀，不想麻烦你们薛家，这可能就是老天对我的惩罚吧。你到底找我干嘛呀？我真的只是来看看你。哦。你腰间那块玉佩，挺好看的，上面有清河2字，想必还有另外一块，是证明吧？这是我娘留给我唯一的遗物了。哦，那确实应该妥善珍藏。这还被我不慎摔碎了。不过确实有“证明”2字。可惜，确实碎了，但是真好看。你真的不记得我了？啊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幼时见过你。啊，听家里长辈说，我7岁那年不慎落水了。对之前的记忆丧失掉了。现在薛家呢，由我来管账。胞妹暖暖呢，性格纯真善良，大哥大嫂对我们也很好。祖母嘛，是有些严厉，但是对儿孙，向来是疼爱的。
他们都不知道我的所在吧？你别担心，他们一定会接纳你的。我呢，不想做那多余之人。这天地广阔，哪儿都有我的容身之处。今天见到你很高兴，来，我也挺开心的。就此别过，以后别再见面啊！东西还我。啊？银票。我的钱袋。好。发簪。好。就抱了我一下，偷我这么多东西。这些钱够我回去了，这些你留着。现在薛家由我管账，每年照例我会给你500两。你跟我既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兄弟，你已经成年了，以后这些钱财你得自己支配。你把我当兄弟了？上一辈犯的错已经无力改变了，以后我定会护你周全，但是你不能再行不义之事，你得像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好好活着。你要护我？我知道有个兄弟，可太开心了。我呀，读书对我来说难于登天，我也只能帮家里操办一些事务上的事情。我刚刚看你哄骗那个员外，巧舌如簧，能言善辩，想必你定然是聪慧无双。你何不去找一个私塾好好读读，或许能够科举高中，光耀门楣。光耀门楣，光耀门楣的。哎呀，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，我会再来看你的。好消息！好消息啊！好消息！大家快来啊！爹又醒了。儿啊，你终于好了。虽然你大病一场，但是给咱们薛家带来个好儿媳呀。这位就是王氏。你病的这些日子，多亏了王氏照顾我们一家老小。既然来了，那今日就圆房吧。你们既然已经成了夫妻了，那就要早日圆房，生个大胖小子，给咱们薛家开枝散叶，这才是重要。你说呢，王氏？祖母，这事会不会有些草率啊？这是草率吗？草率不草率啊！既然薛和旭你不肯说实话，我就问侯爷去。哪里草率了？嫁进来还未与侯爷圆房，
如今可算能有夫妻之实了。所有人退下。王氏，好好照顾侯爷。东阳，你又怎么了？东阳，你咋的了？媳妇儿，你踩我干嘛呀？好痛啊！大哥应该是看爹爹醒来，想起以前爹爹喂饭的那种场景，有些触景生情了，对吧？刚才我，哎呀！还是何旭了解他大哥。这府中上下谁不知道，爹最得意我们东阳了，一直当孩子哄着，追着喂饭。自打爹生病以来呀，都没人这么对待我们东阳了。是啊，东阳好久没见爹爹了。儿啊，我的好大儿，受苦了吧？不哭了啊！今儿就算了吧。爹爹，不哭了。等一下，我有事跟你说。你要不想圆房，你就跟我说，我自有办法让你不圆房。是你不想让我圆房吧？是，我不想。不要总盯着小妈，也不要打探小妈的私事。什么都想知道，只会害了你。你们猜猜，怎么着？今儿可是个黄道吉日。祖母所言极是，我们薛家在东边有块田地，今天正好接收成，树木可观啊，可不就是喜事吗？这只是一喜，还有第二件。要不说祖母是活神仙呢。那田地上的租户听闻爹的病好了，想要请跳大神的给爹除晦气，这不就是您说的二喜吗？爹，您说是吧？何须啊，这种事劳心费神，他们也不容易，就省了吧。什么叫麻烦呢，爹？一点都不麻烦，爹，真不麻烦。您得亲自去，对不对？感谢一下吗？我听何须的。是啊，吃饱了，祖母。你们俩去哪儿啊？我这话还没说完呢。我们吃饱了，你们先慢慢吃啊。对，我听旭儿的。这薛和旭天天给我捣乱。果然有问题。白日里对账本就觉得有蹊跷。今日两父子都出去了，我才有机会细看。这笔500的银两，虽然名目和时间不固定，但仍有迹可循。最早应该从13年前这本就开始了。每年不同项目500两的支出，都是汇到同一个南方银行。张福，我记得我看过薛家花名册，没有这个名字。难道？薛首，我怀疑薛府13年前遣散过一批人，彻查。属下领命。属下领命。废物！碍事的人不在，我来盘问一下其他人。
你见过这个人吗？见过这个人吗？爹，我尿急，我先回去了啊。你们谁呀？要跑了带哪儿去？你们太大胆了，你们！哎呀，侯爷，对不住了。走。老夫人有令，今日是侯爷的圆房吉日，任何人，包括什么阿猫阿狗了，都要待在自己的房内，不得外出。儿啊，母亲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妾身刚嫁到薛府，老爷就病倒了。现在老爷大病初愈，但妾身对您知之甚少，怕一会儿冲撞冒犯到您。在圆房之前，可否与妾身来个坦白局，日后好清清白白做夫妻？夫人所言极是，听夫人的。王凤，你在哪儿？王凤，你在哪儿？王凤，何旭，今日家中有要事，任何人都不得出房门，包括你。我知道，祖母，我只是来找爹对账的。我现在就走啊！我走。你们两个背叛我。祖母，我呢是想让我爹给我喂喂饭。哎呦！哎呀，这个家没我得散，一个省心的都没有。福少爷回房休息。小妈，爹昨晚回来了？回来了。他难道去小妈那儿了？不清楚啊。完了，他俩指定圆房了。哥哥，大嫂，大老远就听到你们嚷嚷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祖母，这都啥时候了？眼瞅东阳都要起床了，怎么还不见爹和小妈？他们昨晚太过操劳，且让他们多睡会儿。爹，给母亲大人请安。儿啊，辛苦了啊！你夫人呢？王氏啊，免礼，你也辛苦了。我不辛苦，老爷才辛苦。这么说，你们昨晚坦诚相待了？夫人昨晚说我们要坦诚相待，日后方能清清白白做夫妻。
这夫妻哪有清清白白的？老爷已经很努力了，知天命的年纪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夫人说的对，是我不胜体力。我们对酒言欢还没聊完，我就因不胜酒力先睡了。啊？我在书房里看到了一幅画像，但在薛府，我从未见过此人。老爷，您可认识此人？他，您认识？这酒劲儿好大呀！有问题。站那么久了，都饿了吧？祖母，吃饭吧。来，我先去了。走吧，祖母。薛主，属下费了些周折，从薛家几个老仆口中得知，13年前，薛家把薛富贵的私生子薛有寿送了出去，去的是南方。他们还说了什么？仔细讲来。据薛家那些老仆回忆，薛家这些年来一直严令禁止提及此事，而薛有寿也从未回来过。薛家把他送到那么远的地方，一年给他普通家庭20年的收成。他不是前朝太子，还能是谁？启程，去南方找人。是。薛和旭，你说会做我家人，真是可笑。你说我是你的家人，要我相信你，可你明明知道前朝太子的下落，却要瞒着我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们全家都未曾见过他。可能我们薛家跟前朝太子无关呢。你要我相信你，我选择了相信你，可你明明在骗我。真心。骗子！从今日起，我不会再信你。陛下，臣已查明前朝太子极有可能藏身外地，此次前来，特向陛下请命，前往追踪。若这次你还是不能把他的人头给朕带回来，朕拿你试问。臣领命。这是给你的活动经费预批，足够你调用各种人手和资源。此笔经费金额巨大，臣恐用不了这么多。让你拿，你就拿着。你替朕办事，朕自然不会亏待于你。切记，效率第一，其他的事你不用操心。若有麻烦，朕自然会替你解决。杀了逆贼之后，再把定远侯府给朕处理干净。陛下，臣查明定远侯多年前就将这逆贼赶出京城，再无瓜葛。想必侯爷当年就已知错。奉指挥使很是心疼你的夫君呢。臣惶恐，
定远侯窝藏前朝逆贼，此等大罪，自当严惩不贷。然纵观那侯府上下，竟无一人能撑起门户，争得荣光。想必不消几年，便树倒猢狲散了。陛下万金之躯，尊贵无比，无需为此等阿杂之事脏了圣手。你这差事是越来越会办了，都能替朕做起主来了。薛家一家人的脑袋和前朝余孽的脑袋，如果你不想拿，朕自然会派人去拿。臣遵旨。夫人，今晚夜深至此，虽然有些事情难以启齿，但却不吐不快。你未曾见过我的原配，她在我心里无人能替代。今生我本绝无再娶之意，怎奈天意难违。我知你亦非心甘情愿，待时机成熟，我们和离，各自安好。今夜我只愿坦诚相见，不料其他。好啊，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侯爷，您把薛有寿藏哪儿了？王氏，我不知此人。圣上要此人的脑袋，周太师已经掌握了薛有寿的样貌，现在把人交出来，算是薛府主动立功。要是被静安司揪出来，就是窝藏嫌犯。上到祖母，下到薛暖暖，都是死路一条。侯爷，您还要一意孤行吗？你们不能在一起！爹，我跟王氏是真心相爱的，您就成全我们吧。薛和旭，给我滚！哎呦啊！给我起来！爹，姿势体大，跟我去密室。密室？我不去。走，我走。薛府有密室，居然隐藏得这么深，执迷不悟，是想一起送死吗？哪有什么密室？他们骗我！父亲，您能不能不要每次一说到秘密就来这儿啊？你可知道这墓中是你的母亲？这大晚上的，居然跑到坟头来，莫非一家老小很快就要坟头相见？他无论生死，我永不负他。我唯有到死，方能真正的畅所欲言。那你还要在外面养私生子，还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？哼！你不要胡说！我已经见过有寿了。2年前我接管家族的时候，我去南下查账了，我已经见过他。你背着我去见过他？他是不是私生子？当着娘亲，您可不能骗我。我早就知道这种弥天大谎，总会有暴露的一天。薛有寿是前朝太子，
家训。什么？薛有寿果然是前朝太子。我一生仰慕你的母亲，从无他想。我当年受恩于先皇后，发誓要保护她的幼子，故冒着生命危险把她接入我们薛家。然实在是无处遁形，我便辗转让旧部把她送至南方，给钱好生养活。战战兢兢10多年。可是父亲，您知不知道您那些旧部下把那些钱全贪了去了？有寿，不，应该是家训。他这些年活得颠沛流离、面黄肌瘦的，这些您知道吗？你说什么？万般皆是天意呀！我只希望这个孩子安稳度日，衣食无忧，竟然也是这样蹉跎呀！都是我的罪孽。父亲何罪之有？我误会您渣男那么久了，您要怪，就怪当今那位为了皇权不择手段，才酿成如此人间惨剧。儿女疯了吗？这话可说不得呀！这薛家对先皇后也算是忠义两全。我怎么说？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我和我儿绝没有冒犯圣上之意。儿啊！父亲，我现在即刻南下，我给有寿报信去。不要不要！王氏加入我们薛家，就是来寻他。周太师已经下手，我们岂是静安寺和雪夷卫加在一起的对手？那我们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有寿他送死吗？我们薛家对前朝太子已经仁至义尽，如今功亏一篑，我对不住他。孩儿，我们只能保住薛家。可是父亲，有寿他何错之有啊？我定远侯府对得起苍天，对得起先皇后。我知道，你今天破坏园房，就是想阻止他继续调查。但是孩儿啊，这样的玩笑，在以后就不开了啊！我年事已高，我现在就去找王氏，告诉他薛有寿藏身的地方。父亲，对不住了。花了2两银子跟古千夫学的，这么厉害？你还要隐瞒到何时？刚刚你和侯爷的对话，简直可笑。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的道理，你不懂吗？你之前喝的毒药，就是你的君王让你喝的。你如此忠心耿耿地帮他，他一句话就要你性命，如此被人当作棋子的人生，是你想要的吗？放肆！王凤，我说过，人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，就是性命。这些不用你操心，只要你交出薛有寿，我保全薛家。他一句话就能要你的性命，你有何筹码跟他谈条件？我知道，最近你一直因为这件事情愁眉不展，但这天下之大，我就不信了没有我们薛家的藏身之所。等那位一死，太子一继位，一切就过去了。天罗地网的追杀，我们如何逃得过？我们薛家还有我，定能护你周全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非闯。我不跟你说废话了，我去找家训。我对天起誓，我对王凤是真心的。好啊，你们两个，让我抓住了吧？跟我去祖宗祠堂，我看这回谁还听你俩说话。
你俩把老爷抬走。是。我连想都不敢想，你们居然还敢做那个什么的事儿！这要传出去，薛家就完了。什么这个那个的，说清楚。媳妇儿，你别着急。他的意思是，何旭和小妈他俩之间有那种违背伦理和辈分之间的感情。此等荒唐之事，岂可为之？话本成真了？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不觉得我心系王氏有什么错，情真所至，不能被身份和规矩所束缚。我们刚刚明明没有说这些。哇哦，这就是话本里才有的情节，反抗封建礼教的男女主角为彼此抗罪。你们居然做那个什么的事儿，简直太那个什么了！你们还狡辩，妄想脱罪，违背祖训。不是媳妇儿，这都是什么意思呀？我只知道我心系王氏，这是我的真心，何错之有？薛和旭，你，侯府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不孝子？真是家门不幸，居然还振振有词，不知悔改。老祖宗，你误会了，我和他之间一直都是小妈和好大儿的关系。当下侯爷还昏迷着，当务之急应该是我去照顾他。侯爷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！哥哥真是人间不值得。醒醒，你醒醒啊！你不是要告诉我薛有寿的下落吗？我求你了，你醒醒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哥哥留了封信，离家出走了。哥哥于信中悲叹：“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”他已心如死灰，从此与这伤心之地再无瓜葛，就像那断线的纸鸢，消散于天地之间。薛和旭怎么会想不开？满口荒唐！他信中有没有提及所去何处？他觉得人间从此再无欢愉，甚至萌生出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感慨，说自己屹立悬崖之畔，要纵身一跃，彻底解脱。怪我昨天对这孩子太苛刻了，让他心生绝念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这个死丫头，你搞什么搞？虽然只有寥寥数字，但我与哥哥血脉相连，我知他之痛，他便作如此想。这孩子肯定去南方找薛有寿了。薛和旭肯定是去南方找薛有寿了。你即刻出发，一定要抢在雪衣卫之前
找到前朝太子。卑职明白，卑职定当竭尽全力。只是这路上诸多花销，还望太师能够拨些经费，方便卑职行事。晋安司一向以勤俭为要，你可倒好，还没有办事，就先开始要钱。我的。我的。太师，俩铜板，连匹马都租不到。你还要什么马？要马？你要是能不花钱，还能把事儿办明白，这才叫你的本事啊！太师教训的是，卑职定当竭尽全力，不负太师厚望。呀，不花多少钱，还能把事儿办明白。这是前朝太子的画像。这不是2年前追的那个人吗？喜欢我，不喜欢我，喜欢我，不喜欢我，喜欢我，不喜欢我，喜欢。站住！糟了！这小子真鬼，一溜烟就不见了。哼，他跑不远，追，走。走！人呢？人呢？快！
你小子在那边！这小子真快，哼，他跑不远，往前睡。哎，就知道这样能抓到你。上！啊！啊！施主，谁让你们动手的？施主，不是让我们拿下他吗？拿下是让你抓住，不是要他的命。哦，薛和旭是此次办案的关键，要留活口。从现在起，我亲自贴身跟踪他，你们几个殿后，不要被人发现了。是。你独自一人外出，实在是胆大包天。我没空给你收尸体。王凤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果然是去给薛有寿通风报信了。不是，我心情不好，我失恋了，我出来走走，散散步啊。在这儿散步？是啊，我这失恋了，你拒绝了我，你知道我心悦于你，你又不接受我，你还厌恶我，我这心如刀绞。现在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吗？别以为我是你小妈，就不敢杀你。那，你不要觉得我倾心于你，你就为所欲为啊！敢对我们学主指指点点，找死啊！住手！学主，之前有个男的轻轻地骂了您一句，您就把他手给砍了。彼时您教我的，我们雪一卫绝不容忍侮辱与轻视。他不一样，他那刚刚是在夸我，只是夸的方式欠妥了一些。哦，纵使如此，他也处处阻挠我们雪一卫行动，也知道杀了。杀了他，怎么完成任务？我们要一起找到薛有寿。你又怎么了？没有，就单纯看他不顺眼。不顺眼就闭眼，别看了。薛主，这个薛和旭按照我们雪一卫旧例早死800次了，您却对他处处手下留情，薛主一定是什么？想放长线，钓大鱼，是我们冲动了。没错，既然被你发现了，还不快收刀，依计行事。是。走。雪一卫，就是嘉帝设置隐于暗处那个权势滔天、手段狠辣的特务机构。雪一卫，没错，布方方主薛家心腹，都是我的伪装罢了。你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身份啊？我还以为你只是替大内办事的高手，没想到你居然是皇帝钦点的特务头子。哦，怕了？不是，是心痛，心痛你这些年的经历。王凤，你怎么过的？别叫我王凤，难听死了。
我叫凤作人。凤作人，好名字，好听。那我能不能叫你凤儿？不行，叫我凤指挥。你老实交代，薛有寿在哪儿？哎呀，凤儿，但是我真的不是要找薛有寿啊，言尽于此。我呢，不能阻碍你做任务，你也不能接受我的感情，那我只能干一番大事业，让我自己能配得上你吗？我先走了，凤儿。嘿，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走。凤儿。